北京连汉3年，奉府令行换粮婚，接一名流民女入户者，领安家粮3斗，无人接走的发后山矿场。末世熬了5年的木系异能者，一睁眼占了这逃荒饿死的流民女的身子。这条命我自己保，那个带伤还站得稳，是刚下战场的底子，跟他比手3斗粮稳当。陆征，戍边有功，准你先接。这换粮婚我不接，家里3张嘴都填不饱，再添1张全得饿死。那3斗安家粮我也不要了。那粮我1分不要，我自己能挣，还能让你们一家顿顿吃饱。我挑你了。倒贴不要粮，自己挑男人，还夸口让人顿顿吃饱，凭啥？空口无凭，我做给你们看。识土性，会寻菜是手艺，这一捧就是我说的顿顿有菜吃。啊！这枯地里凭空冒出菜来，成！陆征，领走！别人抢着换粮活命，他把粮推回来，还能从枯土里寻出菜。这女人就一样，跟上。枯土变菜，这本事邪门。这张脸怎么这么眼熟？一个逃荒来的流民，有这等邪性本事，我得盯紧他。阿征，你换粮换了个人回来，咱家1天2顿，拿什么养他？他不要粮，说自己能挣。嫂子，穷在没粮，不穷人心。这家底子不坏，粮的事儿我来。娘，给我个篓子，我上山一趟，天黑前回来。这感知比刚穿来时清楚多了，地下哪儿有水，哪丛根没死透，我都摸得着。旁人翻空的山，藏货的地方，得用感知找。黄芪，补气的好药，药铺抢着要，比野菜金贵10倍。可这本事不是白使的，死绝的地我也变不出一棵草，能催的只是还没死透的根，使大了伤身子。这地催过就废，得养上几年。最要紧的是，别叫人撞见，沾上妖人2个字，我跟这一家就洗不清了。这处藏货的坡谷绝不能叫人摸着，挡一挡，遮一遮。这一捧黄芪是我在这世道的第1笔本钱，进城卖给药铺。这第1笔钱到底能换多少？明天就见分晓。乡下野货3文1斤，爱卖不卖。3文1斤打发我，先摸清行情，找识货的。走，去济仁堂。好货，根肥气足，断面油润，这般成色的黄芪，镇上多少年没见了。这一烹按上等价，给你算10两银子。10两，够陆家大半年的嚼用。那要饭还想3文1斤打发我？大夫给的是实价，我信得过。往后你有多少，我济仁堂收多少，价照这个给。钱有了，门路有了，这片地，这个家能立起来了。听说了吗？陆家媳妇一捧药卖了10两。枯土变菜，空山寻药，一捧卖10两。他越能耐，我越坐不住。他明儿还要进城卖货，我要的不多，只要他那货里那家里出点事儿。柳娘子放心，这点东西下进吃食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肚子烧得慌，是吃了陆家媳妇的菜才这样的。他的菜有毒，他是妖人，下毒害人。纯子、麦乱、土白沫是断肠草的毒，我采的菜里根本没这东西。这毒是有人下的。都别慌，中毒的人有救。谁去取1碗绿豆甘草水，再把他方才吃的菜原样端来。
我采的是寻常野菜，叶被带绿，茎是实的。这几片叶被发白，茎中空，是断肠草，是吃之前被人故意掺进去的。断肠草采自深山，寻常村妇分不清。这镇上识得这毒又背得着的，只有张郎中。张茂，你跟这事儿有没有干系？他看柳寒烟做什么？这俩是一伙的。是你买通张郎中下的毒，想嫁祸我妖人害人。可惜毒下在了明处，反倒把你自己抖了出来。你一个逃荒来的，凭什么样样压我？我告诉你，你那点来路我清楚得很，等着瞧。他话里有话。陆家媳妇儿，听说你下毒害人，还当街攀污良人，跟爷走一趟。下毒嫁祸没成，柳寒烟就使地痞来应的。嘿嘿，长得水灵，先跟爷住手！碰我媳妇儿！你敢动爷，姓孙的不会放过你！这力气不对劲，你这力气邪了，寻常军汉断不了碗口粗的树。我也不知道，自小力气就比旁人大，越打仗越觉出不对。可我爹走得早，没人跟我说过缘由。力气大的反常，身世又惠媚如参，这军汉根底不简单。这股劲儿是将军的种。就是他，那死土里都能种出菜来，邪门的很。一个逃荒来的流民，来路不清不楚，谁知道他勾连着什么？才几日，求教的嘴都成了戳脊梁骨的。这风不是自己起的，是柳寒烟在底下煽。他下毒没成，就改用妖人二字，要把我定死。李正，您评评理，这陆家媳妇死土都能种活，下毒的事儿一眼就看破，不是邪术，就是私通了外头的人。这样的妖人留在坳里，谁还睡得安稳？是啊，太蹊跷了，边关重地，万一勾连外敌。也是，你怎么说？认本事，落他妖人的套；说运气，压不住满场的疑。这是个死局。李正，是不是邪术？当众一试便知，何须空口论罪？我种地食药是手艺，不是妖法。给我一块地，3日功夫，我当众种给大家看。种不活，妖人二字，我认。你伶牙俐齿，更显得心里有鬼。也好，3日后，夜市当众演示手艺，是手艺是妖术，那日见真章。空口说演示，谁不会？李正，得立字据，让他立下军令状，3日后种不活，便坐实妖人，送官法办，逐出朔风关。那日你那些邪门手段可使不得，我盯着你。种不活，任凭处置。李正，各位婶子，我这几日没用半点妖法，用的全是看得见的功夫。土薄，我沤草肥垫底；水少，我从坡上引试水；苗，我育好了再栽，栽得正，根扎稳，自然立得起来。李正自己栽一棵，活不活您说了算，不用我开口。哎，我当时真立住了，原来是栽苗的巧劲儿，沤肥的功夫。妖术变不出草肥，也挖不出渗水沟，我会的是识土、育苗、匀水，这些我都能教你们。真娘子，我家那块荒地也撂着，你教教我。当众破了妖人的局，这女人太难缠。种地食药是看得见的手艺，妖术二字无凭无据，也是清清白白。真娘子，先前那些混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往后你那山货种地的法子，可得带带咱们。一块地种活了，一个局当众破了，人心就一点点回来了。柳寒烟，你越想害我，越是替我拢人心。
你左臂的旧伤还没养透，别硬撑。地要赶在雨前开出来，我多担心。他在前头出力，我在后头谋划，这个家争一点点力气来。怎么伤成这样？剿匪，挂了点彩，不碍事。寻常金疮药压不住，得催一株药力最足的仙草出来。这点本事，今晚救他正好。你这药邪了，寻常伤哪能止得这么快？我食药会挑药力最足的，你别声张就是。从我爹走后，没人这么管过我的死活，这份心我记下了。嘴笨的人认起真来最实在。下毒、放谣、使地痞，全没拦住他。他越来越得人心，再不动手，我这身份就保不住了。柳娘子，你到底怕他什么？他身上有一样东西，一块玉。只要那玉还在，我这辈子都不安生。今晚潜进陆家，把那玉给我夺出来，连人一块做了。三更半夜翻墙进来，要的不是钱，不是命，是一块玉。柳寒烟，你认得这玉？把他交出来！那玉本就……你一见这玉就慌了神。这玉是讲究人家的东西，我打小贴身藏着。你认得它，就说明你认得我逃荒之前是谁。你不该活着的，你一家子早该死在那条路上。我一家子，他当年就在那条逃荒路上，还知道我家的事。这半块玉，这桩旧怨，我到底是谁？我不是普通的逃荒灾民，这块玉藏着我的来历。我到底是谁的女儿？这死地真叫你种成了粮仓，我活这把年纪头回见。甄娘子，你把咱陆家傲的死地都种活了。当年城门下，我说能让一家顿顿吃饱，如今是让一傲人都有了余粮。陆征戍边御敌，阵前擒将，着升总旗，赏。弟，你种成了粮仓，仗我替你打赢了。你立你的功，我种我的田，咱俩谁也没辜负谁。日子刚立稳，可玉佩的来历没解，柳寒烟的旧怨没清，这平静未必长久。陆战的种到底冒头了，可朝里那位大人绝不会让陆家好好活着。山雨要来了，更大的风浪在后头。这个家，这片地，还有我那未解的身世，我都得守住，查清。祠堂栽了跟头，下毒夺玉又没成，跑我这儿来了。孙爷，那叶氏不光落我的脸，他男人陆征可是当众一拳断过树，放倒过您的人，这口气您咽得下？你倒会戳人痛处。我有他的把柄，您有镇上的事。一个种地的村妇，斗得过谁？进来说。村里斗不过你，我就借镇上的刀。叶真，这账没完。甄娘子，你那死地都种成了粮仓，我家那块荒地也求你指条道。一户撑不起，10家拢一块就撑得起。换工开荒，按出力分，山货药材，寄人堂统一收。嫂子，这么着，全傲人都能跟着吃饱了。从前躲着我家走的，如今排着队听他调度，这媳妇儿了不得。陆家媳妇儿，哼，我们孙爷请你过去说句话。孙爷有话，让他自己来。识相点，你这地这门路，孙爷看上了，分他一成，保你太平。柳寒烟前脚投靠孙烈，后脚他的人就来了，这是合伙了。地是大伙的，门路是寄人堂的，要分成，让孙爷找老大夫去。这就是那片死地种成粮仓的地，不错。从今儿起，出去3成归我。孙爷采的这垄是东头王婶家的，这地的药材
全走继仁堂孙老大夫的账，孙爷要抽成，先去问老大夫答不答应。继仁堂那老东西护得了你一时，护得了你一世。护不护得了一世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孙爷今天当众踩坏王婶的苗，这事儿传出去，继仁堂还收不收你镇下几家药铺的账，孙爷自己掂量。可不是嘛，咱这药材都指着继仁堂呢。孙爷真想入伙，拿本钱讲价钱，我陪你算。空手抽30%的事儿没有。叶氏，你给爷记着，你那男人陆征不是能打吗？让他识相点，这朔风关姓孙的说了算。硬的占不到便宜，他必使阴的。柳寒烟在他身后出主意，下一手怕是要冲我那未解的身世。柳寒烟拼命要这块玉，他到底牵着什么？这事儿我得自己先查清。王婆，柳寒烟是哪年到的朔风关？约莫12年前，跟着一支北边来的流民队进的关。那会儿15、16岁，已是个能拿主意的大姑娘了。一个流民怎么立住了脚？邪门就在这儿。旁的流民都进了矿场，独她揣着身好衣裳，带着块好玉，说自己是落难的官家小姐，没2年就攀上了人家。好衣裳、好玉、官家小姐，都是那阵流民队里得来的。她哪是落难小姐，是冒认的。有人在暗处帮我。原身不是寻常逃荒的流民，是12年前一桩流放大案流落出来的官家遗孤。柳寒烟当年就在押解流放的队伍里，她冒的官家小姐身份，她戴的好玉，会不会本就是我家的？柳娘子，陆家媳妇儿这2天又找王婆打听你的来历，又在查12年前的流放旧案。查到流放旧案了，再让他查下去，我冒认的身份当年做的事全得漏。孙爷，那叶氏在挖一桩12年前的旧案，这案要翻出来，砸的不只是我，他身上那半块玉是死证。你知道的好像不少。陆征何在？关外异动，守备征召立功之将归营听用，即刻动身。是。仗又要打了，阿征刚回来没几天。娘，别慌，他是块打仗的料。守备点他是看中他，家里有我，里头是伤药，左臂旧伤犯了就敷。这包是耐放的炒米干饼。孙烈记了仇，柳寒烟又阴，我不在，镇上的事，地里的事，我撑得住。你把仗打好，把身子顾好。贴身带着，真遇这事，先护自己，再护家。嘴笨的人急起来才说真心话，这把贴身的刀比什么都实在。那莽夫走了，这回没人替他打了。正好，先断他的财路。他不是靠给军营继仁堂供货吗？咱在中间使绊子，叫他供不上卖不出，再把妖人来路不明的旧账翻出来。成。镇上药铺军需的关卡，也还使得动几个人。镇上传话说陆家媳妇上山的货，怕是跟关外人换的，劝咱别跟他太近。别瞎听，真娘子的本事咱亲眼见的。柳寒烟散谣，又派人盯我上山，想跟就让你跟，这回叫你有来无回。孙烈使你来的，还是柳寒烟？说。孙爷是我盯你上山弄货的门路，还有柳娘子私下叫我留意你身上屋里有没有一块玉，玉的带刺的，找着了重重有赏。滚！回去告诉柳寒烟，她要找的玉，我替她留着。她断我财路是虚，夺这块玉才是实。玉是她的命门，更是我身世的根。她越拼命要，我越要攥紧。柳寒烟，咱们的账等陆征回来一并算。军需官，您可得验仔细了。听说这陆家媳妇的货掺了次品，还短斤少两，糊弄军营。也是，以次充好克扣军需，这是要误了伤兵性命，动摇军心。军需官，我的货每一包都按方分好标了用法，
车是我亲自押来的，这几捆烂菜缺药，是半道被人调的包。请看，我的包是双层油纸封了草绳系好，这几捆纸不对，绳不对，分明是中途调的包。今早是谁的人碰过这车？调包陷害，扰乱军需，可是死罪。把动过车的人都拿来对证。是孙爷叫小哥调的包。你这货成色，这调度是难得的。往后军需供给，本将记你陆家傲一功。孙烈这一线，反把我送进了守备眼里，塞翁失马。以次充好的小罪栽不倒他，反搭进爷一个家丁，要除他，得用要命的大罪通敌。哈哈哈！总旗这一手，硬是把敌军的锐气压下去了。仗一场接一场，家里叶琛一个人撑着，快些打完，我好回去。动作都麻利些，粮袋马齐，药箱单独放。又快又齐，这朔风关的军需，多亏陆家傲这位撑着。乱世还能调度得这么稳，难得，记下他的名。前头陆征拼军功，后头我把这条供给线扎牢，这是我能帮他的。军需的小罪栽不倒他，反把爷的人搭进去。他如今又得了守备的眼，小罪搬不倒就来大的。他总往关外坡上跑，或又说不清来路，一封信几张嘴，通敌，这罪够他死的。信和口供我来办。这罪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的就是不是闹着玩的。大伙儿听说没？陆家这货来路不干净，谁收谁惹麻烦。来路干不干净，验货便知。谁能从这药上挑出半点犯禁的来路，我货白送。这就是寻常山货，哪有什么名堂？嘿嘿。先放药，再抢货，一路使绊，背后是一根绳。他们要把来路不明4个字往更狠的地方引。他们在记我上山的路，专挑往关外去的方向。这是在攒司托关外的料。一张网正告着我罩下来，可我抓不住把柄。他们藏在暗处。信仿着关外的口气写好了，口供买通2个人就成。等敌军一压境，全镇人心惶惶，正好把这通敌的手告递到守兵案头。哼，陆征不在，看谁救他。叶真，这一回要你翻不了身。各村征粮征丁，3日内粮草送大营，违令者按律论。守备，敌军势大，前线吃紧，戊戌怕是接不上了。粮一时凑不齐，地里有现成的菜药，先顶上。伤晕黄药的金疮药、退热柴胡，我们陆家傲都有，我暗方分好了包。乱成这样，还供得这么齐得，难得。满城慌乱，独他调度的稳。陆家傲这一摊倚重他。前头陆征拼命，后头我把供给线搭牢，这是我能帮他的，也是我立身的本。敌军压境，满城乱成一锅粥，正是时候。信买好了，口供也买妥了。陆征在前线，这回看谁还护得住他。就趁现在地，趁他孤立无援，一击把他钉死在丝带关外上。这一回要他翻不了身。信埋在他常去的坡上，岂获得名正言顺。口供2个人都买通了，明日把手告递守备衙门。人证物证俱全，他一个逃荒来的村妇，百口莫辩。有人在我常走的坡上动了手脚，还埋了东西。这不是抢货，是要在这关外坡上做我一个4国关外的局。网已经撒下了，我抓不住下网的人，只能等他现形，再一把扯断。手告陆家媳妇叶氏撕开关外，夹带军情，密信就埋在他常去的坡上，人证物证俱全。叶真，陆征远在前线，这一回没人替你挡了。叶氏，有人手告你撕开关外，夹带军情。胡说！我家媳妇儿天天在营里送粮，通什么敌？手告我的人可有实据？人证物证都在衙门，你去了便知。
通敌，柳寒烟到底还是把最毒的那张牌甩出来了。娘，别慌，照看好家，我去就回。叶氏，有人手告你与关外通信，这是从你常去的那道坡上起获的密信。守备，这信是栽给我的。其一，我一个逃荒来的村妇，认不得几个字，写不出这样的工整小楷。其二，这只是镇上才买得到的雪浪签，一刀要半两银。我若真要写密信给关外，犯得着用这么扎眼的贵纸？分明是栽赃的人贪审事，顺手拿了自己惯用的纸。守备查一查，镇上谁常买雪浪签，便知是谁栽的。你这话有几分道理，可手告既出，物证在案，不能就这么放你回去。暂押衙门，待本将查清雪浪签的来路，再做处置。报！天营被敌军围困，洞察陆征所部断了后路，陷入重围。陆征陷入重围。我要见我儿媳妇儿，她是冤枉的。手告卫青，不得探视，回去。放我嫂子出来。栽赃的只是个破绽，可我一个待查的犯妇，孤口难辩。陆征又陷在重围里，可我不能慌，慌了就真叫他得逞了。弓箭手没了，硬冲是死，听我的，往东南那道干河沟退，借坡放火，火箭封势，敌将的旗在那儿，擒贼擒王，跟我冲！撑住，都给我活着回去，家里还有人等着。陆征，你部不是陷入重围，突围了，擒了敌将，缴了文书。守备，我家媳妇儿被手告通敌，请守备先看这个。这是孙烈惯用雪浪前写的欠条，字迹、纸张与那封密信一般无二，栽赃的人连纸都没换。孙烈，守备饶命，是柳寒燕出的主意，可他背后还搭着营里的赵参将，是赵参将点了头，我才敢动手。他从重围里杀出来，头一件事是回来替我做保。陆征，又是这个姓陆的。陆总旗，擒敌将立头功，给咱陆家傲长脸了。甄娘子，先前那些混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当年嫌咱家多张嘴一块饿死的，如今排着队送东西，我儿我媳妇儿争气。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你这趟拼得太狠，旧伤刚养好些，又添新伤。擒敌将那天，我心里就一个念头，你还压在衙门里，我得活着回来捞你出来。往后别再叫人把你往牢里送，我护得住你。嘴笨的人急起来才说真心话。你护我，我也护这个家，咱俩谁也不靠谁施舍。立了头功，怎么不见你高兴？营里有人背后嚼舌根，说我陆征再能打，也是醉将之子，骨子里反骨，迟早要出事。醉将之子，我爹陆战，当年是朔风关的副将，12年前，一口通敌的罪扣在他头上，战死沙场，连个清白都没留下。陆家从将门拜成了佃户，还不止。这些年我每立一功，军功报到上头就没了下文，赏赐升迁从没我的份儿。调防却尽挑死地，像有人诚心压着陆家，不许我出头。通敌，陆征的爹也是一口通敌的罪，这罪名怎么这么巧？他爹的事没那么简单，这根刺迟早要拔。陆征，黑虹口被敌军咬住，要一支人马去顶，本将看你最合适。参将，黑风口是死地，去的人实不存一。陆总旗刚立大功，正因立了功，才要再担重任。怎么，陆总旗怕了？黑风口是个填命的窟窿，他刚拿我立功，转头就把我往死地塞，这是冲着要我的命来的。末将不怕，何时动身？3日后，陆总将好自为之。刚立功就把你往死地掉，
这位赵参将跟你有仇？我与他无冤无仇，可他一见我，眼神就不对。我爹当年那桩通敌案定案的卷宗里有个画押的副将，这些年我打听过，那人姓赵。你是说，如今的赵参将就是当年给你爹定罪的人之一？我没凭据，可他越是要我死，我越觉得我爹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。陆征的爹叫陆战，12年前一口通敌罪战死，讲究人家的克字玉，克着成。原身一个该叫流民的孩子，怎会有这样的玉？除非他本不是流民。陆征的复冤，我这半块玉，柳寒烟拼命要遮的逃荒旧事，会不会本就是一条线上的？黑虎口我拦不住他去，可这背后的线，我能替他先查。大夫在朔风关几十年，可记得12年前陆副将通敌那桩案子？陆战将军，怎么不记得？那是条好汉，戍边10年，从没让敌军踏进关一步。可就是这么个人，一夜之间成了通敌的罪将，战死后连尸首都没人敢收。老朽至今不信他会通敌。那当年定案可有蹊跷？卷宗封了，知情的人死的死，散的散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陆战是我公爹。有人在暗处帮我，这字是个识军务的老人，背后中箭。他不是死在敌人手里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。通敌是假，灭口是真。当年华阳定案的赵副将，如今的赵参将，他急着要陆征死，是怕这桩旧案被陆家翻出来。参将，陆征那婆娘这2日在镇上四处打听12年前的旧案，还去了济仁堂。12年了，那桩案子早该烂在土里，陆战的种都一个个都想翻出来。陆征去了黑风口，是死是活看天意。倒是这婆娘，不能留着她到处跑。她不是常往关外坡上去吗？给她安一桩实打实的通敌，这回别再叫人挑出破绽，把她做干净了。大夫，您见多识广，这玉上的成字可有来历？这刻工这层色是官宦人家的物件。当年陆战将军的案子，可有人替他鸣过冤？有，当年关里有位主簿，姓叶，名承宗，是个硬骨头。陆战死后，独他一人上书，说陆将军是被冤。后来呢？后来他被扣了个通敌同党的罪，满门下狱，流放北荒，一家老小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再没了音信。叶承宗，原身姓叶，一家流放北荒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原身就是那条逃荒路上活下来的孩子。大夫，这位叶主簿可有儿女？听说有个小女儿，流放途中就没了下落。算来如今也该是你这般年纪。我替陆征查他爹的冤案，查到最后，查出来的竟是我自己的家。陆战的冤，叶家的难，本就是一桩事，这不是巧。这不争和我是同一桩冤案里活下来的人，这个仇我们一块报。你是说，你爹当年是为咱家阿征他爹喊冤才落的难？娘，那支流放逃乡的队伍里，有一个人对我叶家的事一清二楚。谁？柳寒烟。说明他当年就在那支队伍里，他怕我想起的是逃荒路上他对我叶家做过的事。柳寒烟，你藏了12年的根，我快挖到了。这位吴老哥，12年前也是从北边流放下来的，跟柳寒烟同过一段路。吴老伯，我想打听12年前那一批流放队里的事，尤其一个叫柳寒烟的姑娘。柳寒烟那个心黑的丫头，你打听她做什么？那队里有户姓叶的官眷，落了难还守规矩。叶家有个小闺女，贴身带着一块好玉。柳寒烟眼红那玉，趁夜去抢。后来呢？俩人在车上撕扯，那玉咔的扯成了2半。小闺女死抓着半块不撒手，柳寒烟夺了另半块就跑。没几日，叶家爹娘病死，柳寒烟报上头说叶家人都死绝了，把那半死的小闺女扔在了荒道边。玉裂成2半。我这半块在原身身上，另半块在柳寒烟手里。他揣的那块祖传玉，就是从我家夺去的另一半。他拿着那半块玉，顶着叶家小姐的名进了关。我认得那玉，
这些年没敢吭声。姑娘，你是？我是叶家的人，多谢吴老伯。2瓣玉一盒，他冒认劫夺的事就再赖不掉了。柳娘子，不好了！陆家媳妇儿这2天又是问陆战的旧案，又是四处打听你的来历，连当年同你流放下来的老人都寻着了。他好像在往12年前那桩事儿上跑。他查到陆战的冤案，又查到我的来历，他快想起来了。不能再等了，等他全想起来，我这12年就全完了。赵参将要他死，我也要他死。趁陆征去了黑风口，给他安一场意外，叫他永远想不起来。约我到这没人的坡边，脚下就是断崖，透露知情人是假，推我下崖是真。陆家妹子可算等着你了。柳娘子亲自来透露知情人，我倒要听听。知情人，这朔风关最知情的就是我。12年前，逃荒路上，你对我叶家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我爹叶承宗主簿为陆战鸣冤，满门流放，你就在那支押送的队伍里。我家的玉，我家的身份文书，是不是都在你手上？是我换了你家身份文书。那块玉是我跟你死命抢，生生扯成2半的。你攥着半块，另半块被我夺了去，当祖传信物冒了你叶家小姐的名。你爹娘病死在路上，我报上头说叶家人都死绝了，把你这半死的丫头顺手一扔。谁知道你没死，是又怎样？ 12年了，原来袁深一家的死，我这半块孤零零的玉，根子都在他身上。你冒认叶家，盗换文书，见死不救，这桩桩件件，今天我要带你去见官。住手！柳娘子是赵参将的人，你敢动她？你们都看见了，是他要推我下崖，陆家媳妇谋害人命。他躲进参将的羽翼下了，一个怕翻旧案，一个怕认旧身份，从此是一条绳上。识相的把那半块玉交出来，今天的事既往不咎。玉是死证，更是命根，我绝不会交。陆征在黑风口拼命，我在这儿也得拼，咱们走着瞧。柳寒烟有赵参督护着，硬告告不倒，我得先把他叶家落难小姐的底一点点掀开。当年叶主簿一案的旧人，老朽还能寻到1、2个，他冒认身份的破绽不难找。姑娘救过我老婆子的命，镇上谁家跟死，我这张老脸还打听得动。柳寒烟攀过哪几家，说过哪些来历，我替你摸清。多谢，我不急着撕破脸，等证据齐了，他那张冒认的脸一掀就碎。柳寒烟当年自称北边落难的叶家小姐，可她说不清叶家祖籍上下几代，问急了就拿流放途中文书丢了搪塞。她可还说过娘家有什么信物，说有半块祖传的玉，说另半块在夭折的妹妹身上。哎，她这话前后还对不上呢。另半块在夭折的妹妹身上，那个妹妹就是袁慎。她连这话都圆过，可见心虚。她冒认的每一处破绽，都成了我手里的针，针够了，就能把她这身假皮一针针挑开。参将，那叶氏没死心，还在镇上四处翻我的底，我怕一个村妇掀不起大浪，要紧的是陆征。只要陆征死在黑风口，没了这根顶梁柱，他那婆娘查的再多也翻不了天。本将盯了他12年，如今他偏偏熬出了头，那就连根替韩大人断干净。宗超，后方的粮草援兵到现在没影，再耗2日，弟兄们就要饿着打仗了。粮断的这么巧，是有人诚心要咱们死在这儿，饿着等死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敌军欺咱孤军无援，必然松懈。今夜劫他粮营，咱们的粮，敌人替咱备着。劫粮，以战养战。传令，挑50个还走得动的，随我夜袭。赵参将断了官道的粮，咱走小道送。粮能送多少是多少，更要紧的是这张纸，告诉他粮草是赵参将下令断的，让他心里有数，留个证。娘，看好家，我送趟粮就回。你在前头以战养战，我在后头给你续命。这死局，咱俩一块儿破。劫了敌粮，反倒打开了局面。哈哈哈！
总旗这一手神了！参将断了粮，陆征非但没死，反劫了敌军粮营，又立一功。这个陆战的种，跟他爹一样难杀。杀不死，那就用别的法子。他劫敌粮，私通敌营，传出去便是违抗军令，勾结外敌。当年你爹陆战就是这么一口通敌罪定死的。如今轮到你了。守备，我告柳寒烟冒认官眷，盗换身份。他自称叶家落难小姐，却说不清叶家祖籍世系。当年与他同来的流民，给他说清的媒婆都能作证。他那祖传半玉夭折妹妹的说法前后对不上，小夫人记得清楚。业主部一案的旧册在此，叶家有女流落途中，柳寒烟却答不出叶家祖籍世系，连那块祖传玉的来历前后都不拢。他冒的本就不是他的名分。原来他是冒认的，亏他装了10几年官家小姐。柳氏，你可有话说？守备，一个村妇的胡乱攀照，也值到你升堂？赵参将，此案证据，柳氏是本将府上的人，他的身世本将清楚。倒是这叶氏一个被首告过通敌还没查清的贩夫，反过来诬告上官剑蜀，是什么道理？来人，诬告上官扰乱军阵，先把他压下。这些人证物证一并封了。他不查真假，先封我的证，压我的人，强权压案。他怕的不止柳寒烟的旧身份，更怕这条线牵到陆战的冤案上。放开他！陆征来得正好，黑风口一战，你不带援令，擅自出击劫掠敌营，这叫违抗军令。更有人证，见你与敌将私下往来，通敌的罪，你认不认？胡说！断我粮草逼我死战的是你，劫敌粮是为活命，何来通敌？人证物证俱在。来人，将通敌罪将陆征打入死牢，待巡边钦差到，一并问斩。同样的通敌，同样的死局。12年前，他爹陆战是这么没的。如今，赵参将要叶家的女婿再死一回，这一回我绝不让他再走他爹的老路。又是通敌，他爹就是这么没的。老天爷，这是要绝我陆家的根啊！娘，12年前没人替陆战翻案，他才含冤而死。这回不一样，我在。可那是赵参将，是要问斩的死罪，咱一个种地的人家，拿什么斗？拿证，赵参将端陆征粮草，伪造军报，桩桩都有破绽。娘，你把家撑住。陆征那边，我去想办法。哭解决不了事，死牢、钦差问斩，留给我的时日不多了。伤着哪儿了？皮外伤，不碍事。赵参将这是要赶尽杀绝，叶震，别管我了，带娘和弟妹走，离朔风关远远的。你爹的冤12年没人翻，你的冤我替你翻定了。我查到了，你爹不是通敌，是被赵参将射妻灭口。我爹叶承宗当年就是为你爹鸣冤，才满门流放。陆征，咱俩是一根线上的人。你说，你爹是为我爹鸣冤的业主部？这案子是咱两家的，你给我活着，里头你撑住，外头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参将，巡边钦差半月后到关，陆征的案子。半月够了，钦差到之前，把这案做死，一处活口都别留。最好等他进关，陆征的人头已经落地，死人翻不了案。那叶氏还在外头四处奔走，盯死他。他要敢碰我的证，我的人，不必留情。陆战父子这一回要在我手上断干净。要救陆征，得证3样：一是赵参将下令断的粮；2军报里私通敌营是伪造；3黑风口劫粮是为活命，不是通敌。断粮的事，弟兄们都能作证。那道军令是赵参将亲信传的。人证易被压，得有物证。那道断粮的军令底稿，伪造军报的草样，若还在营中文书房，那就得想法子，从赵参将眼皮底下把它取出来。文书房有个超速的老书吏，欠过我一份人情，我去探探。这是赵参将断黑关口粮草的军令底稿，
还有那份通敌军报的草样，被改过的字迹都在。营里存档的早被赵参将抽换干净了。这是老朽当日正朝时多留的一份底，藏到今日，拿了快走。出了这门，你我都没见过他。改的痕迹清清楚楚，有这个，陆征的通敌就站不住。多谢，这份人情，陆家记下。嫂子，快走，这地方不宜久留。身上的东西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赵参讲的人，他察觉了，这草样要落他们手里，陆征就完了。拿着草样走小巷，这些人老夫党。是他一直在暗处帮我的人，门缝下的旧军报，危急时的出手，他到底是谁？老人家屡次相救，门缝下的旧军报也是您，敢问您是？老夫姓秦，当年是陆战将军帐下的亲兵，黑水一役，将军被自己人射杀，老夫断了一臂，装死才逃出来。守了12年，将军死得冤，陆家败落，老夫无能翻案，只能远远护着将军留下的这点骨血。这些年，我看着陆征长大，从军立功，也看着他要走他爹的老路，直到你进了陆家门，查旧案护陆征，老夫才敢现身。这是当年从黑水战场捡回的赵参将与关外私通的密信残页，还有将军中箭那夜赵参将牵兵遗落的腰牌。当年陆战将军察觉赵参将私通关外倒卖军粮，正要上报，赵参将怕事发，便买通军报射杀将军，反扣他一口通敌，一了百了。原来如此，赵参将这些年要赶尽杀绝，是怕这桩通敌的旧账被掀出来。秦叔，有这些，加上我手里断粮军令、伪造军报的草样，能翻案吗？残信是12年前的旧物，字迹残缺。赵参将位高权重，又掌着军阵，光凭这些扳不倒他，反会打草惊蛇。要翻案，得等巡边钦差，还得有一击致命的铁证。敌军大举压境，关外狼烟四起，朔风关告急，全城戒备。来得这么巧，赵参将掌兵，偏在这节骨眼上，敌军大举来犯。这把火，是有人要把陆征和翻案的证一块烧干净。东门告急，援军呢？赵参将，你的人马怎么还不出击？敌军势大，不可轻动，守住城墙要紧。再不出击，西线就破了。守不住了，几个能打的偏将不是伤了就是怯了。满营上下论善守善攻，没人比得过陆总旗，可他还在死牢里。满城无人能挡，唯有陆征，这是他的死局，也是他的活路。只要能出这死牢，校尉，敢不敢随我去守备衙门，联名请降？弟兄们的命都在城上，有什么不敢？守备，如今城危，唯陆征能挡敌，请放他戴罪立功，守朔风关。请放陆总旗领兵。荒唐！这个通敌待斩的罪将放出来领兵，万一他临阵投敌，开门银刀，谁担得起？守备，万万不可！他越是懒，越说明放陆征出来，正戳中他的死穴。这道关，我必须替陆征闯过去。守备说陆征通敌，证据是黑风口违抗军令，私通敌营。可这是赵参将断他粮草，逼他死战，他劫敌粮才是为活命。这是断黑风口粮草的军令底稿，是赵参将亲信所传。这是那份通敌军报的草样，劫敌粮3字被人涂改成了通敌营，墨色新旧分明，请守备过目。一个村妇伪造的东西，也敢呈堂？底稿真伪，文书房的老叔老可以作证。老夫陆战旧部，也愿以性命担保。报！
西门将破，士气从生。陆征戴罪领兵，御敌守城，立功将功折罪。通敌一案，待钦差到官，重新勘验。赵参将，城破在即，再征以动摇军心论处。城后头，你身后有我。传令，能动的跟我守西门。怎么尽是些老弱伤残？能打的精兵呢？精兵都在守东门。陆总旗本事大，这些人将就着用吧。黑风口没死成，这回本将看你拿什么收。残兵段远又是一个黑风口，他想让陆征死在城下，唆使守城不利，通敌纵敌。精兵他不给，那我就给陆征另一支兵。嫂子，城上粮断了，伤兵的药也没了，再这么耗，西门撑不到天黑。把伤兵都挪到那片空地后头，闲杂人都支开，我有法子弄出粮和药。城偏脆，伤身子。可城上是陆遮的命，是满门的冤，拼了，值了！换陆贞一条命，换满门一个清白，这口血不亏。你这……我有一身能让草木速生的本事，死地能种活，山祸寻不尽，都是因为他。村里人骂我妖人，我从不敢叫你知道，怕你也信。我信你种地食药是手艺，这本事能救满城人，是天大的好事。妖术二字，谁爱说谁说。我藏了一路的秘密，他一句话就接住了。你管粮管药管这些草木，城上的仗我来打，这道门咱俩一块守。挡住了，敌军退了。陆征那点残兵撑不了几天，今夜三更，本将替你们开关，你们直取西门，把陆征和那帮乱党一并平。城守的越好，你死的越像通敌纵敌。陆战父子今夜陪你叶家的女婿一块下去吧。把火油泼在藤帐上，等敌军挤进来再放火。放！跟着陆总旗，咱这帮老弱残兵也能打胜仗！冲锋！擒贼擒王，随我直取中军！残兵在他手里成了劲旅，连败强敌，这才是真正的陆征。他爹没能当成的战神，他当成了。不对劲，这几日赵参将的亲信夜夜出关，官方的暗号也换了。他按兵不动，放敌长驱直入，如今又夜夜通关外。亲叔，他是要通敌。陆征把西门守成了铁板，赵参将明的赢不了，就要来阴的。老夫猜他要亲自开关放敌，里应外合，一夜踏平西门。把陆征、把守军、把翻案的证一夜烧干净。将计就计，他要开关放狼，咱们就在关里给狼挖个坑，连他通敌的证据一块儿请进来。赵参将三更开关，敌军必从西门暗道涌入，咱们不堵暗道，反让他们进来。暗道一进城是片洼地，我连夜在两侧坡上催出密林荆棘，留一条窄口，敌军进来只能挤这条道，正好瓮中捉鳖。老夫摸清了新换的关防暗号，到时以假暗号诱敌，敌军只当是接应，必然轻进。
校尉领伏兵藏两侧，我亲自盯着赵参将。他开关那一刻，就是他通敌的铁证落定之时。放箭！开关放敌里应外合，赵参将，这回你通敌的铁证落在我手里了。弓箭手，给我射死他！城里的敌军是先锋，主力，本将已引到关城正门。陆征，你守得住整座朔风关吗？西门的弟兄们，随我破敌！擒下敌将，此战可定！守住了。这座赵参将想用来烧死他的城，被他守成了战功。都别过来！陆征，你敢动我，我先杀了你娘！放开他，要命冲我来！赵参将，通敌秘术在我们手里，敌将被擒，暗道之士满营接见，你跑不掉了。放了娘，或许还能少受些罪。少受罪！陆战的死岂止我一人？当年定他通敌的，朝里还有大人物。我倒了，有人比我更不愿这案犯，斗得过他吗？你们翻不了天的！朝里那位大人会要了你们陆叶两家的命。赵参将倒了，可他临死攀出朝中大人物，这桩冤案的根比我们想的扎得更深。赵参将司空关外，夜开城门，里应外合，政务在此，被擒敌将，满营将士皆可作证。还有断黑风口粮草的军令底稿，涂改劫敌粮为通敌营的伪造军报，构陷陆征通敌的，正是他。12年前，陆战将军通敌一案，亦是他射杀灭口，栽赃定罪。老夫陆战旧部，人证俱在。赵参将通敌叛国，构陷忠良，罪证确凿，先收监，后钦差勘定。赵参将经手的赃事一并查办，拿孙烈。是赵参将指使的，是柳寒烟出的主意，饶命啊！还有那个张郎中，下毒害人、伪造密信，桩桩有他，一并拿了。是柳寒烟逼小的毒信，都是他指使，饶命啊！赵参将倒了，孙烈也供了，我的靠山塌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坐着等死。我栽了，可朝里那位大人绝不会让这案翻到他头上。你去给经理递信，就说陆叶两家要翻12年的旧案，再是最后几个死士去陆家绑了陆征的妹子，逼他们交出所有证物，闭嘴。赵参讲的人我早料到了，陆征断了你们主子的财路，你们想拿陆曼当筹码？老子早交代了，今晚都清醒着，一个都别想跑！从前我一个人护不住这个家，如今满澳的人都站在陆家这边。是赵参将临死前下的令，他说京里有位大人，绝不许这旧案翻出来，叫我们逼你们交证闭嘴。清理哪位大人？
小的不知姓名，只知赵参将的信都往京里兵部递。赵参将的通敌构陷，背后牵着京里兵部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根。巡边钦差3日后到关，要翻案，要揪出京里那位，就看这一回了。钦差大人，赵参将通敌叛国，夜开城门，密信弃书，被秦敌将俱在。他又断粮逼战，涂改军报，构陷外子陆征通敌。12年前，陆战将军通敌一案，亦是赵参将涉先灭口，栽赃定案。老夫陆战旧部，愿以性命作证。当年为陆战鸣冤的主簿叶承宗，被诬同党满门流放，我便是叶承宗流落的女儿。这半枚玉是叶家信物，陆叶两家的冤本是一案。赵某，通敌、构陷、栽赃陆战，你可认罪？我一人担不起这通敌大罪。当年的事，是有人……证据确凿，赵某通敌叛国，构陷忠良，本钦差受理重审，封存全部证物。3日后开堂，重可陆战旧案。12年了，陆战的冤，叶家的难，终于有人肯重审了。大人有话，赵某无能，连累京里，钦差既受理，便不能让这案开堂。证物毁了，秦老儿那活口灭了，钦差做成是陆征通敌灭口，杀官夺政。开堂前夜动手，正好嫁祸。办成了，京里兵部给你留个位子。陆战将军宿边10年，未失寸土。所谓通敌，案发突然，卷宗仓促，疑点重重。黑水那夜，陆将军部下尽是背后中箭，背后放箭的是赵参将的亲兵。我父叶承宗为陆战鸣冤，反被诬同党流放，满门罹难。这正是有人要灭口，怕真相外泄。赵某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是我，当年是我射杀陆战，栽赃通敌，可我也是奉命行事。陆战查到了军粮的去向，碍了大人物的财路。什么大人物？讲！我不敢说，说了我满门都得死。赵某通敌叛国，构陷忠良，陆战罪证确凿，先行定罪。至于幕后主使，本钦差明日继续勘问。赵参将认了陆战的冤，翻定了。可那个奉命的大人物，才是真正的元凶。钦差把政务秦老儿都看得死紧，今夜不毁了政，灭了那活口，明日一对峙，京里那位就保不住了。成与不成，今夜见分晓。钦差大人，赵参将虽认罪，背后主使未土，今夜必有人来毁证灭口，请大人将计就计。本钦差也料到了，政务库秦先生处，你们暗中设防，本钦差倒要看看是哪路人马敢动钦差的政。政务库交给我，我有法子叫闯进去的人出不来。动手！政护住了，人活着。这一夜，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奉谁的令，毁本钦差的政，杀朝廷的正人，从实招来，免你一死。是京里兵部侍郎韩崇，当年陷害陆战，流放叶承宗满门，都是韩大人主谋。赵参将不过是替他出手的刀，叶家那桩灭口换身份的脏活，也是韩大人手下经办的。还有，这12年，赵参将都奉着韩大人的令，盯死陆家，陆征该生的功压着不报，有死地险仗，专挑他去，就盼他哪天死在阵上，悄没声的绝了陆战的后。韩崇，兵部侍郎，12年前陷害陆战流放我满门的，竟是这样一位朝廷大员。兵部侍郎，好大的胆子！赵参将供认奉命，亲信指认韩崇主谋。12年前，陆战查到军粮被倒卖关外，正是韩崇、赵某私通谋利。陆战要上报，便被灭口，扣以通敌。为陆战鸣冤的叶承宗满门被诬流放灭口。那真流放队里灭口换身份的脏活，是韩崇手下经办。柳寒烟趁机顶了我叶家小姐的名，她也是韩崇这条线上的一颗子。一桩通敌，一桩冤案，一个冒认，根都在韩崇身上。本钦差这就剧本，奏请朝廷彻查兵部侍郎韩崇。大人，
赵某倒了，钦差受理重审，连您的名字都被攀出来了。陆战的种，叶承宗的女儿都没死干净，倒养成了气候。12年前没斩草除根，是赵某无能。这些年压着他不让出头，借战事一回回遣他去送死，本想悄悄耗死他，倒让他熬出了名头。钦差要参我便先参陆征。一个戍边武将，思扬死忠，收拢军心，连败强敌，又借翻案之名串联人证，动摇军阵，这叫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，给陆征扣一顶谋逆的帽子。看是朝廷信一个边将，还是信我这兵部侍郎？韩崇先发制人，上奏弹劾陆征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，称尔等翻案是串供谋逆，朝中已有复议之声。我御敌守城九死一生，反成了谋逆。大人，他这是恶人先告状，要把翻案搅成谋逆案，逼朝廷投鼠忌器。韩崇在朝经营多年，党羽众多，他这一咬，本钦差的奏本分量就轻了。他越是急着泼脏水，越说明他怕。陆征谋不谋逆，不是他一张嘴说了算，民心、军心、实际才是最硬的证。有人称你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，陆征，你怎么说？末将守边守城，守的是朔风关的百姓。要说军心，这军心不是我养的，是弟兄们用命换来的。末将愿解兵权，听凭钦差处置，只求重审我父冤案，还陆战一个清白。陆总旗若反，我等头一个不答应。他要谋逆，何必拼死守城？陆总旗是重的。大人，北京连旱3年，粮荒最重。这片死地是民妇带村人一计种活的，是民妇的屯田固边之策，耐旱良种，沤肥云水，互助垦荒。北境若推此法，粮足则边稳，边稳何来谋逆？一个能让死地生粮，让满城军民归心的人家，若说是谋逆，这朝廷可就真没公道了。本钦差据实回奏，陆征忠勇可嘉，绝无谋逆。赵参将通敌，韩崇主谋陷害忠良，请旨彻查。陆战冤案，请旨招责。多谢大人主持公道。奏本上达，尚需时日。韩崇在京绝不会坐等，他狗急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报！关外残敌死灰复燃，纠集兵马，再犯边关。偏在奏本上达的当口，残敌又犯，韩崇要借这把火制造边乱，既掩他的罪，又能除掉陆征。他要借刀杀人，那我就再守一次城，让这把刀砍回他自己身上。守住朔风关，就是断了韩崇借刀杀人的算盘。弟兄们，再战一场！又透支了一回，可只要瞒着人，只要城能守住，这点苦我担。又是瓮中捉鳖，这帮残敌撞上总旗，算他们倒霉。韩崇的人阵前通敌，首令在此。韩崇勾连残敌，要借边乱除掉陆征，铁证又添一笔。韩崇，你借的这把刀，到底砍回了你自己身上。韩崇手令，命监军阵前放敌，通敌书信，往来俱全。通敌构陷谋害忠良，勾连外敌，韩崇之罪，铁证如山。陆战旧案，赵参将通敌，韩崇主谋，阵前通敌一条线，再无缺口。本钦差600里加急据本上奏，兵部侍郎韩崇通敌叛国，构陷忠良陆战，流放叶氏满门，
勾连外敌，屠害边将，请旨缉拿严办，为陆战叶承宗昭雪。12年了，将军，您的冤终于要洗清了。爹，公爹，你们当年没说完的话，没翻成的案，今天我们替你们说清了。奉天承运，查兵部侍郎韩崇通敌构陷，罪证确凿，着即缉麻下狱，严加勘问。陆征冤案昭雪，追为原职。叶承宗一案平反，陆征御敌有功，忠勇可嘉，着即进京面圣受赏。韩崇要缉拿，赵参将已下狱，可还有一个人冒我叶家身份，害我满门，构陷我12年的柳寒烟。这笔账也该清了。柳寒渊冒认我叶家小姐身份12年，媒婆、王婆当年同来的流民皆可作证他来历。赵参将、孙烈、张郎中的供词，下毒夺玉伪证，桩桩都证他构建于我。这半枚玉是我叶家信物，另半枚当年被你从我家夺走，如今物在人在证在，你还有什么可抵赖？这是抄检柳寒烟住处时起获。玉本是我父叶承宗给我的家传配，流放路上被你强扯成2半，今日2半归一，断口刻字，分毫不差。柳寒烟冒认劫夺，你还赖得掉吗？我不知道什么玉，就是他，揣着好玉冒充官家小姐进的官。他那夭折妹妹的说法前后对不上，分明心虚。是我，12年前流放路上，我换了你叶家的身份文书，夺了那半块玉，把半死的你扔在路边。我冒了叶家小姐的命，才有了这12年的好日子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个该死在路上的丫头又活过来，硬要压我一头？凭我没像你一样靠害人活着，我叶家满门的命，连我这条捡回来的命，今天你都认了。我家人在哪儿？你想知道你爹娘最后的话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横竖我是死，那就拉着你一块儿烧。叶家的人，谁也别想好好活。跟你这种人打交道，我从不会不留后手。你谁也别想好好活！来人，救火！你怎么敢一个人来见他？我料到他不会善罢甘休。这门框上的藤，是我进来前就备下的。柳寒烟冒认官眷，构陷良民，勾结赵某，又狱中纵火行凶，数罪并罚，一律问斩。12年前，他把半死的原身扔在路边，以为一了百了。12年后，他毁在自己手里。这不是我要的痛快，是叶家满门该得的公道。你以为扳倒我、扳倒赵参调、扳倒韩崇就赢了？我也不过是韩大人手里一颗子。当年灭你叶家的口，换你的身份，是他的人指使我做的。韩崇在京经营几10年，党羽遍布。陆征入京受封，那是龙潭虎穴。韩崇的爪牙正等着他自投罗网。你们斗倒了边关的赵参将，斗得过满朝的韩党吗？韩崇虽被旨意缉拿，可他的党羽还在京里。陆征入京，正是把自己送进他们的地盘。那我就陪他一块进京。这最后一关，咱俩一块闯。陆将军远来辛苦，今夜城南设宴，为将军接风。几位大人都想见见这位边关战神。韩崇被旨缉拿，他的党羽却抢着设宴。这接风宴，怕是鸿门宴。将军奉旨入京面圣，未见圣上之前，不便赴私宴。诸位大人的好意，心领了。
谁派你来的？韩党的人，韩崇虽下狱，党羽要赶在你面圣前杀你灭口，做成边将金钟御赐，再反咬你部下行凶。他们怕的是我把这一身铁证带到金銮殿上。本钦差的奏本你带的铁证，圣上已尽数阅览。韩崇通敌构陷的旧账新账，今日当朝清算。圣上口谕，宣朔封官御敌功臣陆征起擦夜市，携证上殿。走，咱两家12年的冤，今日当着满朝文武说个清楚。兵部侍郎韩崇，12年前通敌盗卖军粮，构陷副将陆战通敌，灭其满门；又流放明渊主簿叶承宗一子，近又勾连关外残敌，谋害边将陆征，郑重俱在，请圣上明断。圣上，这都是边将伪造，意在攀污。那昨夜驿馆行刺的刺客，这枚韩党腰牌又作何解释？韩崇人在狱中，谁还在替他杀人灭口？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？韩崇通敌叛国，构陷忠良，党作为恶，着即处决，党有尽数论罪。陆战将军宿边有功，蒙冤而死，今昭雪冤案，追封昭义将军，归葬祖荫。主簿叶承宗忠直敢言，为国鸣冤，平反昭雪，复其官身，包其满门。爹，公爹，12年了，你们的清白，今日当着满朝还回来了。我叶真再不是什么罪妻。陆征御敌守城，又翻陈冤，除巨弩，功在社稷。朕意着你京中高位，留京听用。谢圣上隆恩。只是末将有一不情之请。讲。末将的根，末将的家，末将守了一场又一场的城，都在朔风关。北境苦寒，连旱多年，正需人镇守。末将愿回朔风关，替陛下守好这道北门。荣华他不要，他要的是回去守那片我们一块种活的土地。这就是陆征。你不慕精华，愿守苦寒边关，难得，朕便准你任北境守将，镇守朔风关。末将领旨，谢恩。只是北境连旱3年，粮荒未解，边关要稳，先得有粮。屯田之事，朝中可有人能担？圣上，北境土薄水缺，流民四散，连年开屯连年荒，户部已无粮策，守将有了，粮草无着，这北境守得住吗？圣上，臣巡边时亲见一桩奇事，朔风关有一片撂荒多年的死地，土薄沙厚，无人能种，可有一人带着村民，一计之间把那死地种成了禾苗连遍的良田。哦，何人有此本事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便是陆征之妻叶承宗之女叶氏。他还献过一篇屯田固边之策，臣以为可解北境之困。叶氏，你当真能让北境的死地长出粮来？回陛下，民妇不仅能让一片死地长粮，还能让整个北境苍流丰实。陛下，北境之困在土薄、水缺、人散。民妇之策有3：一、欲耐旱2种，沤草肥养薄土；二、引坡渗，掘沟渠，蓄1分水当3分用；三、行宦工互助，把四散流民拢成垦荒之力。这是民妇在朔风关亲手育出，以种活死地的种子。一片死地能活，一县一境亦能活。好一个蓄1分水当3分用，朝中老臣议了3年没议出的事，你一个妇人竟有了章法。北境屯田，非有实干之才不能成。叶氏出身忠良，又有此经世之能，朕意已决，敕封叶氏为司农女官，加诰命，总领北境屯田垦殖一应事务，与北境守将陆征
同手统治朔风关。从被踢上换粮台的逃荒罪妻，到执掌北境屯田的司农女官，这条路，我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了。将军的冤洗了，叶家的难平了，姑娘还受了敕封，老夫这12年总算没白守。秦叔，敕封是荣耀，更是担子。北境连旱3年，流民四散，地方上盘根错节，要真把北境种成粮仓，难处才刚开始。难处再多，有我替你挡。你只管种你的地。这一回，我种的不再是一家一户的口粮，是整个北境的活路。恭迎陆将军、叶大人荣归。下官当年有眼无珠。真娘子，不，叶大人，咱陆家傲出了个女官。还是这道城门，当年我从这儿被领走，是个没人要的流民女。今日回来，我是叶真。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你公爹的冤也洗了，我陆家总算挺直腰板了。嫂子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。嫂子，大哥，往后这朔风关，咱们一块守。当年那个为半块糠饼推让的家，如今齐齐整整，扬眉吐气，这才是我拼了命要护住的。叶大人，旱了3年，地里裂得能塞进拳头，招来的流民半信半疑，都怕白出力。大人，不是咱不肯啃，这地这天种下去也是死，何苦白搭力气？旱荒人心散，3座大山，得让他们亲眼看见，这地真能活。大人，西边几家大户把云水的渠口给堵了，还放言说这屯田的事儿他们不答应。这水祖辈都先紧着我钱家的地，屯田要分水，没门儿。渠是官渠，水是官水。叶大人总理屯田，奉的是圣旨，再堵便是抗旨。空口说1000句，不如种活1亩地。这片我先种给你们看。真长出来了，这旱地真种活了。他们只当是良种，是沤肥饮水的功劳，这样最好。妖法2字再扣不到我头上。可我心里有数，这片催过，地力透支了，头3年得歇养轮种，绝不能年年这么逼。看见了，沃肥养土，决渠引水，2种耐旱，法子我都教你们。换工互助，开出来的地按出力分，官府免你们头3年的赋。我们啃，跟着叶大人啃。地种活1亩，人就归心1分。北境这盘棋，第一手活了。钱大户，叶氏把流民都拢过去了，断的是你钱家的根。我家主子也容不得这北境太平。你说怎么办？放火烧他的屯田，再散谣，就说屯田触怒了旱神，越啃越旱。流民最信这个，人心一散，看他拿什么种。韩党虽倒，北境这把火得替主子再烧一回。是不是真触怒了旱神？越啃越旱，还招火。旱神放火，还知道挑没人守的夜里，专烧屯田，不烧豪强的地。这火是人放的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怕咱们北境种出粮来。纵火的、造谣的，必有同伙。秦叔是，顺着火油银钱查。韩崇、赵参将的漏网余党，勾结地方豪强，想搅乱北境，替韩党东山再起。是他们许我独霸北境水利，我才勾结余孽，纵火造谣，破坏屯田，证据确凿，一并拿下，押送京师论罪。姑娘，余党除了，怎么还忧心？青天监的文书到了，今年北境是10年一遇的大旱，雨水断绝，河渠见底，地刚种下，遇上大旱。我跟北境的人立过誓，种出粮仓。这场大旱就是最后一道关，我答应过的丰收绝不能黄。
叶大人，再不下雨，苗就全旱死了。掘深井，引地下水，蓄水的塘子全开，按我画的法子轮灌。10年一遇的大旱，催根往深里扎，自己去勾地底的水续命，比哪一回都狠。我怕是伤了根本，这本事往后再难有今日之力了。根，我催着他们往深里扎，自己去勾地底的水。蔫了的苗，我替他们续上命，撑住，再撑一撑，就到秋收了。大旱之年，竟还有这样的丰收，我活这把年纪头回见。叶大人种出了粮仓，叶大人是咱北境的活菩萨。当年城门下，我说自己能种，能挣，能让一家人顿顿吃饱。如今，我让的是整个北境顿顿有粮。北境的城，我守住了；北境的粮，你种出来了。你守城，我种田，这片地咱俩没白拼。将军，您看见了吗？您的儿子守住了北境，您陆家3代的将门重新立起来了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被领回陆家的逃荒媳妇，那个差点死在死地里的总吉，如今守着这么大一片太平。是他把死地种成了粮仓，也是他把我这把刀磨成了护这片山河的兵。爹，您的冤洗了，陆家的旗又立起来了。儿子没给您丢脸。爹，您当年舍命您的冤，女儿替您了了。叶家的清白，陆家的将门都回来了，一家齐整，将门重立，我这把老骨头知足了。当年城门下，你把3斗粮推回去，自己走出来挑了我。如今想想，是我陆征高攀了。不是谁攀谁，是咱俩，谁也没辜负谁。荒田能种出粮仓，绝境能养出战神。这片土地的故事，会像这新苗一样，一茬一茬长下去。